危险了！危险了！危险！危险！哎呀，他被降服了。注意看，外国恶女在中国擂台竟然不顾裁判的劝阻，将中国姑娘的手臂当场掰断。然而获胜后的她非但没有歉意，甚至还非常开心地接过奖杯。在赛后接受采访时，她的发言更是令在场的所有人感到意外。下一场比赛，你的对手就是张伟丽了，你有什么想对她说的吗？什么张伟丽，我根本就不认识她，但是她敢当我的对手，我就敢3拳把她打进棺材里，绝对不是开玩笑。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德大战。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登场的这名选手，她就是臭名昭著的德国女拳王莉莉娅·卡扎克。好，赛前没有错，这个家伙很猖獗啊，那么将我们中国姑娘啊活生生的掰断了手臂。然而在接受采访时啊，她更是语出惊人，表示说我不认识张伟丽啊，这是谁呀？还说什么要把3拳啊把张伟丽打进棺材里。好。很猖獗啊，很嚣张，可以说很久没有见到这么狂的选手了啊。好，来看一下这个莉莉娅·卡扎克。那么这个家伙从这个6岁时便开始练习综合格斗啊，精通跆拳道、柔术、拳击以及泰拳啊，是一个综合实力非常强劲的选手。好，我们看哦，他26岁啊，但看起来好像是62岁。不像年轻人，而且长得确实是啊很显老。好，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中方选手，我们的中国女拳王闪耀登场。好，本场比赛迎战她的正是她赛前所瞧不起，而且她不认识的这个中国女拳王张伟丽。好，张伟丽赛前听说啊有人不认识我们，我们并不是狂啊，因为在综合格斗领域当中呢，张伟丽是 No.1， 不认识我们那只能说啊她太狂了，或者是装的啊。那我们张伟丽很生气啊，她表示说。你不认识我没关系啊，那我们就打到你认识我啊，让你认识我的拳头威力如何。而且我们的张伟丽在赛前呢也是有着非常霸气的发言。我希望大家看这场比赛的时候不要眨眼睛，因为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重点。好，我们张伟丽对于本场比赛来讲呢非常的自信啊，可以看出啊，这属于王者的一个自信啊，不在乎任何人，也不惧怕任何人。好，观众朋友们，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红方选手张伟丽，蓝方选手，穿着粉色小背心的就是德国女选手莉莉娅·卡扎克。双方一场3回合，每回合5分钟的一场综合格斗大战啊！来看下张伟丽今天的表现，以及摔的能力，在地面的移动能力，还有站立打击能力都很强。是的，他的你看他肌肉类型，他这种爆发力跟力量是绝对不会差的。好，一个人。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地面对局。张伟丽是很擅长打地面的啊，因为他的力气很大，他可以把任何选手啊，不论你是什么母狮子、母老虎啊，都会被我们张伟丽按在地上啊，打成这个小猫咪。这个张伟丽的2只手啊，现在都是被对方给控制住了啊，抽出来了。张伟丽这个力量很大，就这么一使劲儿，把这个手给带出来了。我们看来到地面之后的张伟丽呢，也不着急。不断的用各种拳法来消磨对方的一个体能，实际上打地面作战呢，最大的一个目的啊，就是消耗对方的体能。得看他才能感觉到他的。好，对方的话地面经验很丰富，做了一个半防守，限制张伟丽去砸击。张伟丽是用自己的顶膝啊，没有错啊，破开对方的这个防守。张伟丽的这个力气啊，的确是非常的大。侧方位的肘击，哎呦，这个肘尖啊，打对方的脸。好，张伟丽是拿到了一个齐撑的把位啊，对方在不断的顶胯也是起桥，但是顺着对方滑下来，拿到了一个高位的齐撑啊。反转，张伟丽这时候要做一个裸脚，一只手已经进去，另外一只手做配合打击。我觉得手进没进去？对，我觉得进去了，有吗？有，对。但是呢，对方的防守不错。好，对方在转身的时候啊，张伟丽是顺着对方转身的这个劲儿，那么也又一次啊骑到了对方的身上。实际上对方的这个地面技巧已经很精湛了，用各种手段来摆脱张伟丽的一个压制和束缚。张伟丽的反而是哇，你看，你无论你怎么转，我都骑在你的身上。好，手臂想拿到对方的下巴里，想插进去，这时候很适合做一个背部的裸脚。看一看有没有机会。张伟丽的腿也没有打扣啊。好，这扣有了。
腿上的扣搭上之后，就差手上的这个把位。他在做一个腿上搭的扣很结实，搭扣，也就是说对对方的这个身体的控制啊，已经对方没跑了。对，这个有的柔术动作最基本的就是先把对方拿住了，然后再跟你说锁的事儿。对，如果你跑呢，我就没法锁你。你跑不了，那我就可以锁你。这个双腿搭扣呢，就是让你跑不了。对，先搭得很结实。是。但是这个莉莉娅这个本身这个选手啊，地面的防守做得不错，对，反应能力也不错。是。好，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分钟的一个时间，张伟丽是完全把对方这个搂到怀中，当成自己的闺女一样。那当然，我张伟丽没有这么丑的闺女啊，太老了。好，看一下，这个时候张伟丽还是腿部上锁住了对方的一个上半身。这个对方还敢砸拳，从这个角度打张伟丽，那这个行为无疑只会激怒我们而且还不会造成什么效果。这虽然说在一个优势的位置，可是也是没有能够做更好的一些动作。双腿搭扣呢搭得非常紧，对，可是呢自己呢这是这个防守也确实是百不挠，哇，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张伟丽的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那可以说全程在不能说暴打，只能说对方无计可施，因为面对张伟丽这绝对的力量优势，对方是完全没有任何办法。你看他已经是面露难色了的确是打不过。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对局。让我们废话少说，看张伟丽这一回合的精彩表现。要小心了，站立上的推拼，张伟丽刚才有点晃，不能够太着急。好，又一次张伟丽又把对方拖入到地面。很多人质疑张伟丽说张伟丽这个身形太短，胳膊短腿短，怎么可能当上世界冠军？然而张伟丽就是顶着这些人的这个质疑和压力击败了一个又一个类似于这种顶级的高手。切肘，那这个肘击很重就像一把刀一样，从侧方位切过去。好，那之前评论区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发表一些意见说说我不要再攻击外国选手的长相或者说身材以及他的这个行为我们应该有这个大国的态度和包容心。我们中国选手可以有，但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我的确是包容不了。面对嚣张的老外，绝对不可能嘴下留人就这么简单。好，我们看，这个劲儿太大了。对方的这个锁技已经做了一半要掰张伟丽胳膊的时候，张伟丽呢直接把对方给拽了起来。这个绝对的力量确实太恐怖了。选手很清楚每个动作都会为其他动作做铺垫。对，莉莉娅的转换也很快要做三角脚的没有搭上，没有搭上。莉莉娅的转换已经也很快了。这个下位这个选手转换非常快。在力量上肯定是比张伟丽稍微可能要差一些，因为一直他在做这种转换的锁技的时候，张伟丽总是在第一时间能给他破坏掉。好，我们看一下重新回到站立之后的2个人在拳法上的一个互拼。那么这个时候打到这里的时候，对方莉莉娅卡扎克纵使有浑身的解数，但是面对张伟丽刚刚这个地面上的消磨，我们看对方现在站都有点站不太稳，比如打拳了这个走路都成问题。而且我们看他现在整个人就是个疯婆子头发也被打散了。但是今天的这一切漂亮，这个这一脚应该是踢断脖子了。我们看张伟丽出其不意的一个高鞭腿。对方的莉莉娅卡扎克呢，这一下想活下来这可是有难度了比中这个500万彩票还要难。我们看现场的急救人员赶紧上台抢救，这时候恐怕是要插上氧气。而且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对方的额头被打出了一个这个大血包而且对方现在已经是哭了。他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狂妄而哭，而是因为自己没打过，而且被打得这么惨。主要观众朋友们还是疼这个太疼了，不得不哭好，我看张伟丽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个比赛确实打得很解气没有错。现场的急救人员赶紧插上氧气要抢救他，毕竟狗也是条性命得抢救。
好，咱们恭喜张伟丽。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观众朋友们不见不散。而且现在腿部是搭上了扣。张伟丽实际上就想尝试啊，砸开对手的防守，然后找机会啊，想做一个裸脚。但是对方还是很抗揍。好，又是连续砸击。哎呦，呵呵，裁判终于叫停。如果再不叫停的话，这场比赛也是没有什么意义啊，对方只能是被张伟丽继续啊暴打下去。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可以说非常的解气啊！一个乌克兰的小妞在张伟丽的拳下啊被打成了疯婆啊！好，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中国女拳王张伟丽。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张伟丽被老外打得鼻血不止，一怒之下连砸30多手，当场打废对手，吓坏裁判。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登场的拳手，他就是来自于巴西的拳坛悍将玛利亚·桑托斯。这个家伙这场比赛也是有备而来，杀气冲冲。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中方选手张伟丽闪耀登场。这场比赛张伟丽是东道主，我们是主场作战来迎战对方的玛利亚·桑托斯。好，可以看到对方的玛利亚这个家伙赛前超重了啊，所以说被我们中方裁判扣掉1分。这也代表着这场比赛会更加精彩。为什么？因为你超重之后呢，扣掉的这1分很重要。那如果对方的玛利亚·桑托斯和张伟丽打成了平手的话，那么最终的判罚肯定是张伟丽获胜啊，因为张伟丽呢是有着1分的优势啊，对手被扣掉了1分。那据说对方的玛利亚·桑托斯很不服啊，他说我们中国的这个秤，观众朋友们这个不准啊，为自己这个减重失败找借口啊，所以说扬言说今天要这个打废张伟丽啊，来报复我们中国。哎呦，对手这脑回路确实挺清晰的。好，比赛开始了。那今天的比赛是3回合的赛制，每回合5分钟的时间。对方赛前超重，比张伟丽呢重了1.7磅，大概是不到2斤。哦呦，对手的胳膊确实是长啊，要小心对手的这个换拳。但是张伟丽是练习泰拳出身的啊，有很多关注他的朋友都知道啊，所以说在抗击打能力这一块还是非常的到位。好，这个时候的张伟丽呢是保持一个8连胜的战绩，而且8场比赛，观众朋友们都是 KO 对手。张伟丽今天一上来打的还是比较的稳啊，因为他知道对手来头也不简单。哎呦，这一下！可以看到张伟丽的地面处理很好，没有给到对方玛利亚·桑托斯太多的机会。这场比赛之前呢，观众朋友们啊，对方的玛利亚·桑托斯是刚刚在北京站啊打赢了一名中国选手啊，所以说赛前他称我们中国选手都是病猫，他一拳就能打翻一个。哎呦，巴西选手也挺爱吹牛的。哎呦，这一下不过年不过节，对方跪下了。张伟丽这时候还是用腿法去控制这个距离。我们有句俗话说得好啊，一腿顶3拳。连续的踢腿呢，要破坏对方桑托斯的这个进攻节奏，要不然对方的这个远距离的把控跟点刺，确实对于张伟丽来讲呢，非常的不利。
况且这场比赛张伟丽呢还要比对手少了1.7磅。男子比赛那种味道啊。对，拿好防御啊，防御一定要拿好。出腿的时候啊，手要抬高，因为很可能对手会我硬吃你一脚，然后罚你一拳。对，就打你这个迎击。对。你看，对方你看，果然就这意识啊。对方桑托斯非常符合巴西选手的一个特点，打法都是很粗糙，但是进攻啊很凶狠。哎呦，要小心！小心啊！最后的1分半。这手臂实在是太长了。对，当你在判断的时候就会有问题。连续的踢腿把控距离。因为他在判断，对手他还要想到自己的。张伟丽今天是很难得在战力上吃了亏。漂亮！哎呦，这里张伟丽也是有点上头了，想和对手去拼拳。对方的头啊，被自己的肩防得不错。对，张伟丽不是，张伟丽站架还是不太一样，偏正面一点。对。哎呦，这个全吃！对手的身高臂长优势实在是太大了。最后的40秒，哎呦，差一点。这个拳真好啊！对啊，把自己这个身材的这种优势完全给打出来了。好，可以看到张伟丽的重拳呢很难去抓住对手。张伟丽并不是说没有重拳，而今天呢是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打中对手。对手也不和你拼，最后的5秒钟。哦呦，这里真的是虎口夺险！哎呦，这个时候确实是非常的惊险，因为张伟丽刚刚呢已经是很明显晃了啊，在比赛最后一刻。那这个我们平心而论呢，这个哨声啊确实帮助了张伟丽一把。对方桑托斯啊，刚刚有人往矿泉水往胸衣里边倒啊，这个可能是一种传统。这场比赛第一回合张伟丽是打得比较艰难啊，对手呢身高臂长，包括体重呢都是有优势。我们张伟丽是身高1.63米，翼展165，而对方的这个臂展呢达到了惊人的1.76，那这个差距确实太大了。当时张伟丽接对手挑战的原因啊，只有一个啊，就是因为对手呢侮辱我们中国人是病猫，忍不了。哎呦，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美女时刻啊，大眼睛双眼皮儿，还是非常不错的。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第2回合的表现。那现场的这个裁判啊，托马斯·冯，那这个家伙的裁判风格呢是非常的好看啊。双方选手只要不出人命，他轻易是不会叫停，所以说今天也不会例外。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张伟丽多次被重击啊，他并没有叫停。我们来看一下张伟丽第2回合会不会改变战术。很想往里进啊，但是对手的把控确实是太远，而且张伟这边的鼻血已经被打出鼻血了。哦，近身拼拳。看一下双方的这个龙边对决呢，张伟丽的力量还是有优势的，所以说打贴身作战啊，应该是不输对手。小心啊，小心！不要再换前手了。对，张伟丽的头部啊，确实有点不太。哎呦，这里直接将对手拖入到了地面啊，这属于生吃对手。对方喜欢把控距离，而张伟丽现在不给他距离，我们来近距离的接触。
缠得很紧。对，啊，注意啊。好，地面砸击。对，小剑桑托斯也有肘啊。对方桑托斯虽然说来自于巴西，但是他的柔术很弱。看看能不能压进去，可以甩开。张伟丽现在这个鼻血啊，对，对自己影响很大。哎呦，又进入到地面，可以看出张伟丽今天是不想再放过对手了。但是对手的双手已经搭扣，但是位置，看起来并不是特别深。连续砸击，这位置夹的并不是很死。对手的鼻血也被打出来了啊！但张伟丽的这个鼻血啊，哎呦，观众朋友们看着确实很心疼。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对，压头，找机会抽腿。对，右肘。啊，肘击。啊，腿抽出来了。好，侧面。对。好，张伟丽终于是拿到了一个可以砸拳的位置，但是选择了砸肘。这的锤击、肘击、砸击，啊，肘尖砸得很深啊！对手已经完全不反抗了，裁判还是不叫停。这个时候如果再砸下去，好，让我们恭喜张伟丽啊！如果再砸下去，观众朋友们，那就是只可能说呀，可能要殡仪馆的车可能要来了。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张伟丽，今天也是完成了一个翻身仗，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翻身仗。那在第一回合呢，面对全面劣势的情况下，在第二回合呢，终于是抓住了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战术的制定啊也非常好。那这也是归功于他的教练团队，确实啊非常出色。好，果然一个人成功的并不是偶然的。好，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中国女拳王张伟丽斩获了这场比赛最终的一个胜利，很精彩，而且也是以绝对性的一个优势把对手的眼睛啊给打爆了。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刚的终结回放啊，发生了什么？一肘、两肘，我的天哪！张伟丽这个时候没有选择砸拳，因为他知道对手的防守很死，那打拳是打不进去的，所以说选择了砸肘。哦，台下的观众已经看嗨了。那我相信屏幕前的您看的也很过瘾。好，让我们再次恭喜张伟丽，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